你以为台湾的通膨怪兽已经走远了，对吧？打开2026年初的各大国内财经新闻版面，官方数字无比漂亮地告诉全台湾民众，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只有 1.75%， 这个数字甚至完美跌破了2%的警戒线。如果你单纯只看这些主计总处发布的表面数据，你可能会觉得胸口稍微松了一口气，以为生活成本的巨大压力即将成为过去式。不，这完全是一场精心包装的经济错觉，这绝对不只是一份单纯的例行统计报告而已，这是一次无声且暴力的全岛财富重新分配，也是一场针对普通人注意力的完美收割。你以为这只是一场经济数据的例行发布会，实际上这是资本市场最残酷的障眼法。看到最后，你会彻底明白，这场名为通膨降温的华丽表象背后，隐藏了什么样深不可测的赛局博弈，它又将如何在这短短3年之内彻底颠覆你我在台湾职场的竞争力与财富量级，甚至改变你下半辈子所在的社会阶层。我们先把视线移向水面下的巨大冰山，来剖析资本巨头在决策室里真正的盘算。为什么官方不断宣传物价已经平稳，你却觉得在台北买个便当都感到无比吃力，甚至下班后在巷口买一块国民小吃鸡排，你会发现那个价格早就永远回不去了。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分裂的市场环境，这就是行为经济学里常说的 K 型化经济。我们来残酷地拆解一下真实的财务数据底层。虽然明目上的物价指数确实降下来了，但如果你剔除掉波动较大的能源与食物，续减是最能反映真实成本的核心 CPI 数字，你会发现它依然高达 2.6%。这个隐形的落差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你每天生存必须消费的所有项，像是外食、餐饮、服务和高昂的房租费用，它们的价格从来就没有真正下跌过，反而还在持续且坚定地往上无情攀升。那些大型财团与连锁企业看得非常清楚，他们每天都面临极大的利润护城河焦虑，为了维持企业财报上的高额获利表现，为了在外资与法人的资本游戏里继续生存，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发动定价权，将所有增加的营运成本转嫁到终端消费者身上。这就是一场经典的赛局理论推演，企业之间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纳许均衡，没有人会主动降价来牺牲自己的毛利。而我们大脑里存在一种致命的直觉盲区，行为经济学称这种现象为损失规避效应。人类天生对失去东西感到极度恐惧，当你看到银行账户里的数字没有实质变少，你会下意识地以为自己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你以为自己成功守住了辛苦赚来的积蓄，但实际上你的购买力早就已经被大幅稀释。这是一种极度隐形且暴力的财富蒸发，你手上的新台币正在快速失去它的力量。喝口水，稍微深呼吸一下。我知道刚才这段充满压迫感的沙盘推演，可能无情地打破了你对经济复苏的美好想象，甚至让你对未来产生了一丝不安，但这就是台湾社会真实运作的底层逻辑。如果你也看懂了这层冰冷且锋利的商业本质，帮我点个订阅并且点个赞。我们这群看透事物本质的清醒者，现在要继续往更深的水域前进去。进入底层深水区之后，我们要来谈谈台湾市场的定价权与规则制定。为什么有些产业可以完全无惧通膨怪兽？因为他们拥有一道无法轻易跨越的技术壁垒。这就是商业模式最根本的结构性转变。在过去传统的代工与工业时代思维里，大家盼的是劳动力多寡与生产线的运作效率，但在2026年的今天，台湾市场的底层逻辑已经被无情地彻底改写。现在全岛博弈盼的是半导体算力的突破，以及在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科技巨头与半导体大厂把持了最高端的核心技术，他们就像是新时代高高在上的造王者，在一般消费者察觉到任何异状之前，他们就已经悄悄改变了市场的财富分配规则。这就像是一场温水煮青蛙的阶级淘汰赛。那些位在 K 型曲线顶端的少数科技精英，像是新竹或南科的高阶 AI 语晶片研发人员，他们的薪资成长与分红幅度远远超越了物价涨幅。对这些掌握技术壁垒的高净值人群来说，这点生活成本的增加根本不痛不痒，甚至多余的热钱还会大举涌入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推高了所有人的居住成本与生存门槛。但对广大的服务业与传统产业从业人员来说，薪资涨年停滞不前，甚至被通膨无情吃掉，每天的日常开销却像黑洞一样不断扩大。这就是体感通膨与官方数据的巨大撕裂。这也是为什么你总是觉得钱永远不够用，因为你正在无意识地为别人的高收入付出代价。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岛内资源重组战役。当生成式 AI 与自动化技术全面普及到服务业，那些重复性极高且完全缺乏定价权的工作岗位，就会立刻面临被边缘化甚至消灭的毁灭危机。资本的护城河只会日以继夜，地越挖越深，资金永远只会流向资本回报效率最高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台股大盘看起来不断创新高，但底层劳工却连经济红利的残渣都分不到一口。你以为这是大环境景气不好的问题吗？请牢牢记住，这绝对不是你的运气不好，这是系统性规则运作下的必然历史结果。资本市场本身就是一场
残酷的零和博弈。有人透过技术杠杆实现财富暴增，就必定有人要默默承担资产缩水的苦果。现在我们将视角拉高，回到时代演进与台湾产业周期的宏观维度，在这次残酷且无声的经济大洗牌中，谁会是最终站稳脚跟的绝对赢家？谁又会是被时代无情淘汰的产物？赢家永远是那些掌握稀缺资源与技术的人，他们懂得利用资本和认知作为强大杠杆，在规则改变的瞬间果断抢占先机。而输家则是那些过度依赖单一薪水来源，并且顽固地拒绝进行认知升级的普通人。我们在这里引入阿德勒的心理学哲学。阿德勒提出了一个非常核心且实用的概念，也就是著名的课题分离理论。面对总体经济的巨变与无孔不入的通膨压力，面对这个看似极度不公平的 K 型台湾社会，我们到底该如何自处才能保持冷静？无谓的焦虑与怨天尤人是完全没有任何用处的。物价上涨与全球供应链重组是市场机制的课题，央行决定升息还是降息来控制资金流动，那是政策制定者为了总体经济要烦恼的课题。这些从来都不是你能轻易掌控的宏观范围，把精力浪费在无法改变的事情上极度愚蠢。你唯一能做且现在就必须立刻去做的是专注在自己的个人成长课题上。你需要像动脉科手术一样，立刻且果断地切断对有路径的过度依赖，停止幻想总体经济环境会突然对你仁慈。你必须打造你个人的绝对核心竞争力，建立个人品牌的防御系统与坚固避风港，想办法疯狂提升你个人的不可替代性。当你具备了强大且独一无二的定价权，不管外面的通膨数据是1%还是5%，不管热钱是涌入科学园区还是房地产市场，你都能在这个复杂险恶的赛局中从容应对。这才是一个内核稳定者真正的破局之道。时代的巨轮绝对不会停下来等你慢慢适应。K 型经济的发展曲线正在无情地岔开，你只能选择咬紧牙关死命往上攀爬，或者眼睁睁看自己无声无息地滑向社会底层。生存还是毁灭，从来都是自己的选择。我们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我有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要问荧幕前的你，请在底下的留言虚诚实且勇敢地告诉我，面对这场隐形且极度残酷的财富缩水战役，你打算在明天早上醒来之后立刻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实际行动来建立你专属的商业护城河，预防预壁垒？是学习一个全新技能，还是开启一项副业？把你的答案写下来，当做一种对未来的宣告，让它成为你认知觉醒的第一步。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并分享。我是点点思维，让我们在底层商业逻辑中相见。